不允许旅游堵得像蜗牛，你不出去玩，你不死心；你出去玩，你想死心都有。兄弟们，五一假期你都在哪？看后脑勺，北京天坛，哪怕皇上来了也得排队。敦煌鸣沙山，重庆洪崖洞，北京八达岭长城，潮州古城，上海外滩，西安大唐不夜城。5月2号啊，然后是那个中央大街啊，人流5月2号啊。对，有钱吗？有人找你到你这边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要停留，不要停留。可以。来嘛，北海2个蟹，1个鱼，1个螺，1个莴笋，2个生蚝，2个鲍鱼，1578。198一位，这一个拖拉机钱一会儿就挣回来。哎呦我天哪！这一趟就3000，就一圈。北海银滩，我是被骗过来的。看看图片，再看看现实，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以后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。这就是望尾金滩，堵了1个多小时进来，就这个样子，一条臭水沟。2026年的中国5一连假期间，各地景区乱象频传，网络上大量视频显示，很多地方的景区门票售罄，交通严重拥堵，饭店业者恶意砍单，飙涨房价，黄牛倒卖门票以及热门景区宰客，又因人潮过多，发生游客睡在饭店大厅或打地铺的夸张景象，造成民众的旅游体验极差。很多网友看到都留言说，这在中国都属常态，是中共教育下的道德沦丧，常年教育得出的恶果。5月黄陵景区这几天千万别来呀！完了排了4个多小时队，关门了。旁边有辆大巴车。我操，组织协调能力太弱了，这里。好可怕的泰山，下次再也不来了。你们看看这景区的人有多坏！我没停进他们的停车场，没让他们赚到停车费，他们就往我的车胎砸钉子，轮胎下面还放了一个，再看看后面，后面也扎穿了，下面也放了一个。2026年5月2号，我现在站的位置是雍和宫马路对面，目前大街上已经戒严了。随着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人超级多。往后看，那镜头里那个蓝色公交车那个位置也不是队尾，还要再往后，超级多啊！这个是雍和宫的正门。对着这个酒店的窗户发誓，我这辈子5一、11这种所有人都出来的假期，我再也不会出来旅游，尤其是自驾。昨天在博湖把我快堵哭了，真的，6个小时没进去景区，最后绕道回到了库尔勒。早上8点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晚上天快黑了才到库尔勒，我从来没这么累过。深圳大梅沙，
你们看有多少人？有1亿吗？还是2亿呀？花了93块钱，说什么看汽车丹霞，哎，多么美丽！结果跑了2000多公里，买了门票93，跑过来就是这样的泥巴坑。大陆媒体报道称，5月2日凌晨，泰山景区开始下雨，在山上可以躲雨的地方不多，而且当天游客非常多，连厕所里面都挤满了人，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很多游客都淋湿了。有游客说，他在5月1日晚开始夜爬，原计划是看第2天的日出，结果爬到中途下雨了，他就下山了。途经一处厕所时，他看到洗手池、厕所里面都住满了人，坐着的、躺着的都有，以至于没有落脚的地方，稍不留神还怕踩到脑袋。泰山一家餐馆老板说，因为山上酒店住宿价格较贵，很多游客到餐馆和酒店大堂睡觉休息，费用普遍在60至100元人民币不等。老板表示，在大厅休息到凌晨3点半，看日出收费60元。如果只吃1桶方便面，则只能在店里待半小时。1桶方便面收费15元。好生气哦！好的，来。我刚刚在路上被一个阿姨拉住，然后她就说她下班就是说看我漂亮，她送我这束花给我，然后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我跟她说，阿姨，我意思要给你。她就说好，然后呢我就捞了10块钱人民币给她，她就说她不够饭吃。然后我就说，但是我真的没钱，因为我身上真的仅剩下那10块人民币，我说我加台币，结果他就说那100块台币给他做纪念，我花了150拿了这束花，然后现在东方民族都旱了，我要这个花干嘛？涠洲岛真的是把游客当韭菜割啊！坐轮渡过来最便宜的150，坐个商务座180。还有210、240的哈，这个就不讲了。上岛98，这个也不讲了。在岛上没有交通工具，要么租这种小电瓶车的，要么租这个车的。完了之后，我到景点去，进景点这个车是不可以停的，必须要停他们的停车场。电瓶车收费5块，这个轮子的收费20，还有3轮的15。我的天呐，真的就是把游客当韭菜在割。凡是他能想到的收费项目，我告诉你，你都跑不掉。这还是我国的大西北吗？哎呀，我去！青干环线的翡翠湖怎么感觉是个工地呀？这都啥呀？这是把我拉过来，看着满地水泥啊！进来收门票，还要再收一个小火车的车票，啥也没干，门票加车票400块钱，就看这啊！你们一次性收这么贵，也知道下次不会有人再来了，是吧？5一劳动节，老板们，你们放假了吗？有没有跟我一样敬业的守在店里的？也有人问我生意好不好？你看一下生意好不好？这个天气真的是好天气耶，但是街上好像也没人哎。这还是正常的5一吗？我今天空了3间房，往年最多4月中旬就已经全部订满了5一的房间，但是今年我从前几天就空了有3间房，5一当天居然没有订单。本以为5一假期客流爆满，憋着一股劲准备大干一场呢。结果呢，现实狠狠的给了一巴掌。现在是下午4点了，营业额才区600多。原以为假期能够逆风翻盘呢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原地躺平了。为什么这个社会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子，我真想不明白，我真想不通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给你们看看杭州市西湖区某商场店铺的存活率。这一溜全倒闭的，包括这边。5一长假期间，中共官媒纷纷放出北京长城等热门景点人山人海的画面，各个官方机构也纷纷晒出旅游人数、客运流量等数据，营造经济繁荣的假象。不过，网络视频却显示，各地商家纷纷抱怨长假期间市场萧条，顾客消费降级，生意比往年更差。视频画面显示，部分商业街人流稀疏，商铺内空无一人。有人说，今年5月1日当天的生意比往年差了一半。有人则感叹，今年5一的生意是30年来甚至50年来最差的一次。还有店主说，逛街的人山人海，但没人消费，一天才卖了56元人民币。你们都在期待的车店潮来了啊！你看看，这个才叫车店狂潮。
数不清有好多家店正在打包准备离开这个市场啊，也不晓得有多少家准备真正的结束自己的家居试衣店生涯。在如今这个年代，聚焦50岁及以上的人群，你的店，实体店才有生意，才可能赚钱。为什么？现在的年龄结构，20、30岁的人，兜儿比脸都干净，花个99以上会要了他半条小命儿，对不对？但是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花个3000、5000的，基本上都是50岁朝上的，你懂的。五一节，我跟你说，店里面空无一人啊！现在我就去大街上去看一下，到底是我们这条街的问题，还是我这个店的问题？这家鞋店没人，这服装店也没有人，对面2家也没有人，连金店都没有人，那家没人，这家也没人，连装修的这么豪华也没有人，说明这不是店的问题，也不是街道的问题。自驾整整1100公里，千里迢迢奔来厦门过五一，本以为能吹吹海风，吃吃海鲜放松一下。结果来了就2个字，后悔。全程就1个字，巨贵。真的被厦门五一的物价狠狠上了一课。平时淡季3、400就能拿下的一线海景公寓，五一直接坐地起价，硬生生加价1000多。工薪阶层、普通家庭真的根本吃不消。今年五一假期出境航班取消率较去年增加超过1倍。根据中港媒体报道，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计划航班总量85285班，其中国际航线9827班，取消航班785班，取消率从去年的3.6%增至7.4%。中国航空公司负责的国际航线取消率更高达10.7%。不过，这些中国航空公司没有公布大规模停飞公告，而是多采用系统调整、线下告知等方式，变相压缩运力投放。按区域划分，中东、东亚、大洋洲、东南亚往返中国的航线取消率最高。据四川走遍全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人员表示，今年五一假期整体出境游订单年减约30%，其中南亚地区下滑最严重，许多游客担忧安全问题。客人担心飞过去回不来，而且当地没油，航班动不动取消。大量航班临时取消，造成经济损失，并进而引发纠纷。有旅客表示，早已预订了不可退改的海外酒店及当地一日游产品，航班突然取消，造成的损失近2000元，而航空公司只赔机票差价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